每年的4月份一过完，我澳大利亚的小伙伴呢就陷入了痛苦，陷入了绝望。痛苦和绝望什么呢？你看啊，4月份的复活节过完之后，下一个比较长的节假日啊，就要等到圣诞节了。从5月份到12月份这8个月时间呢，澳大利亚人的主题啊，就是辛苦的劳作和痛苦的等待，等待啊下一个比较长的节假日的到来。那其实你要说呀，在这8个月期间，什么节日也没有啊，也不是那么绝对。比如说呢，在这中间有这个劳动节呀，有这个女王生日啊，但这些节日啊，我们看都不是特别的有仪式感，不是特别有节日的氛围。可是今天我要讲的这个节啊，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过的这个节啊，就非常的有仪式感，非常的有节日的氛围了。你看，仪式感就在这里，节日的氛围啊也在这里。这个呀，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万圣节了。在澳大利亚过万圣节都有什么样的仪式感呢？在我们布里斯班旁边的黄金海岸有这么一个海洋主题公园，在万圣节的前后呢，就会有一些主题的 party。比如说布里斯班市中心在万圣节当天就会有形形色色的人穿着这个牛鬼蛇神奇装异服在街上游行，还有在各大商场超市里边，在万圣节的前后都会有为万圣节专门定制的这个衣服出售，包括这个万圣节非常重要的主题，也就是南瓜，在各个商场超市里边都作为一个标志，作为一个商品来摆放。别说这个商场和超市了，连我们这个马路上的这个限速的这个灯牌，在这个万圣节的节日期间，都由这个人的笑脸变成了一个南瓜的标志。南瓜为什么是万圣节的主题呢？这个就要从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说起了。在很久很久以前呢，也有一个叫杰克的这么一个人，在他去世之后啊，他想回到人间。那这个不管是西方的传说，还是咱们这个中国的历史故事，这个人呢想要回到人间啊，都得带点什么东西。你比如说咱们中国呀，就这个白素贞和小青，他们回到人间的时候呢，就带了把伞，作为这个定情的信物去找这个许仙去。杰克啊也是一样，他那边的世界啊肯定是比较黑，他呢提了一盏灯，这个灯是什么灯呢？还真就不是南瓜灯，是个萝卜灯。他把这个萝卜掏空了，里边呢放了一块烧红的炭作为这个灯，指引着他回到人间的路。那后世的人在万圣节当天纪念杰克啊，也想做这么一盏灯。那这盏灯啊，用萝卜做就太不方便了。你看啊，这个萝卜的外皮啊比较软，内心啊是比较硬。可你看这个南瓜呀，这个外壳是比较硬的，心儿呢正好是空心的，非常适合呀做这么一个像灯笼一样的东西。西方人呢就用这个南瓜来取代了这个萝卜，做这盏南瓜灯。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可以看出，西方人呢还是非常的善于就地取材，非常善于因地制宜。那肯定你要问了，在万圣节当天，我们是不是吃南瓜呢？我们的主食是什么呢？那看我今天吃什么，你就知道了。来，服务员上菜。咔，这菜啊还得我自己去做。好，1、2、3 ，Action！ 服务员上菜。哎，你看什么叫排面？这个家里啊，单有厨师还不行，还得有服务员。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万圣节大餐。这边呢是一个汉堡，但它不同的之处呢，就是这个芝士啊被抠出了一张这个万圣节的南瓜脸。这边呢是这个用南瓜做的万圣节沙拉，我们尝一下这个万圣节沙拉的味道。
可以说这是一道应景菜。应景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不是万圣节啊，我不会吃它的。其实通过这2道菜呀，我们能看出来，万圣节当天吃的和平时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我们就从区别说起吧。第一个区别就是万圣节为什么大家穿成奇装异服，把自己打扮成妖魔鬼怪？这个呀，就要从万圣节的历史说起了。人们普遍认为，万圣节当天会有很多的这个妖魔鬼怪从他们的世界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类为了避免和他们发生冲突，就打扮成和他们一样的样子。这样呢，大家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然就和谐了。其实这个就是人类最早利用这个黑暗丛林法则的这么一个经典。也就是说呢，人类为了生存，一定不能把自己暴露在更强大的威胁之下。第二个万圣节非常有特点的习俗呢，就是万圣节前夜有很多孩子到各个家去敲门要糖果吃。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孩子就是散落到人间的精灵。那万圣节当天有精灵到你们家去要东西，你当然非常乐意的去分享一些食物给对方了。最后总结一下，就是万圣节作为西方的传统节日之一，和比如说圣诞节、复活节一些其他的节日相比在澳洲并不是非常的流行。不是非常流行的原因呢，我自己也总结了以下3点。第一点呢，就是万圣节其实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强烈的这么一个节日，那就很好理解了。如果你对宗教有信仰的话，你是会有一些仪式感的；如果你对宗教没有信仰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节日。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就是万圣节离西方最重要的节日圣诞节太近了。其实呢，到了这个10月底、11月初，澳洲的人们普遍都在思考的都是圣诞节我去什么地方度假，圣诞节如何和家人团聚，圣诞节吃什么东西。大家都会在这个匆匆的这个时间流逝中悄悄的把这个万圣节就给它遗忘过去了。这个就特别像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大年三十的前一周，也就是腊月23，其实是我们传统的小年儿。其实现在随着人们生活的这个节奏逐渐加快，大家往往把小年儿遗忘了，而把这个全身心的精力放在这个筹划如何过春节的这个思考当中了。最后一个原因就是万圣节在澳大利亚根本不是一个法定节假日。现在人们过节其实已经远远不是吃一顿好的那么简单了。大家呢往往是想和亲朋团聚，大家呢往往是想有一些不一样的仪式感。所以如果你连多余的时间都不给我，我哪有时间做准备哪有时间去走亲访友所以万圣节对普通的这个成人来讲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可能只有孩子们在要糖果的时候，或者呢孩子们在精心打扮自己的时候，才是非常开心的这么一个时间。好的，今天这2道菜呢，我决定全都给你吃了。我呢现在出去吃碗面去。万圣节快乐，拜拜。